刚被父亲接回府的外室女柳如烟，她为了抢我婚事，故意从树上掉入世子谢青瓷的怀里，而谢青瓷也因此对她一见钟情。在与我成亲后，还想要纳柳如烟为贵妾，我大闹了一场，最后柳如烟被母亲安排远嫁，再无归期。婚后谢青瓷对我极好，直至我怀胎10月难产，她抱回一个女婴，冷漠地说：“这是如烟的女儿，她远嫁被夫家所欺，难产而死，你抢了她的夫君。”那就用你女儿的位置来赎罪。而我的女儿胎死腹中，我也因中毒难产大出血，变成了个口不能言、全身不能动的活死人。我眼睁睁地看着柳如烟的女儿成了侯府嫡小姐，从小金尊玉贵地养大，而我的全部身家也给她做了嫁妆。最后，谢青瓷还将柳如烟的牌位抬进了侯府的祠堂。我已将你贬妻为妾，如今的侯夫人是如烟，死后你只能葬在乱葬岗。与我合葬的是如烟，于是我被她勒死在祠堂。小姐，吉时快到了，要赶紧梳妆出去见客人了。贴身嬷嬷的说话声惊醒了我，我居然重生回到了与平阳侯世子定亲这日。我愣愣地看着铜镜中的自己，仍是16岁时的模样。今日定亲，尚书府宾客满门，都等着我这个正主出现。几位京中的贵女进来看我打扮，淼淼今日真漂亮，听说世子今日也是玉树临风，真是一对璧人。待我打扮好，我们一起前往正厅。我突然笑着说：“府里荷花池的并蒂莲开了花，我想从那里走过去，也取个好意头。”几位贵女很是乐意，她们还没看过并蒂莲呢。一行人走在后花园的小径上，我抬眼看着花园上方飘着的风筝，皱着眉问：“谁在那里放风筝？今晚外院有外男，若是风筝掉到外院，如何是好？”是二小姐。是不是你爹刚接回来的外室女啊？二小姐不懂得这些礼仪，那跟着的人也不懂吗？正说着，一声惊呼：“风筝掉了怎么办？”一阵衣料和跑动的声音，有丫鬟惊叫：“二小姐，贵女如何能爬上树？你快下来啊！”二小姐，可要我帮你把风筝取下？听到此处，我们终于拐过了墙，看到了对面桃花树上的柳如烟，她手抓着风筝，听到男人的声音后，便直直从树上掉了下来，精准地落入了男子的怀里。是平阳侯世子，天啊！男女授受不亲，他怎么能抱着二小姐？而对面的谢青瓷抱着柳如烟，愣了神。柳如烟一脸娇羞地从他怀里挣脱出来。如烟见过世子。他正要开口接着说话，眼一抬，看到后面的一行人，马上脸色煞白，扑通一声跪下。姐姐，你别误会，刚才如烟不小心从树上摔下来，世子是为了救我才抱住我的。姐姐要打要罚便罚我吧，你别怪世子，都是如烟的错。谢青瓷心疼地看着他如玉一般的小脸，皱着眉看着我。你在府中便是这样苛待自己的妹妹，尚书嫡女知书达理是出了名的，没想到却在内宅如此跋扈。他一把扶起柳如烟，轻声安慰她：“你别怕，这事不怪你。”柳如烟娇俏地半躲在他身后，小鹿一般的眼睛闪着光。多谢世子哥哥，如烟入京后，从未有人对如烟这样好。说完，他咬着唇看着我：“姐姐，你别生如烟的气好不好？如烟以后不胡闹，也不出院子，只待在自己院子里，保证不出来好不好？”谢青瓷沉着脸看着我：“淼淼，他这样伏低作小，你还要如何？”我轻笑一声，上前几步，慢慢地说：“世子，从头到尾我都没有说过一句话，直到现在都是柳如烟在自说自话。你见我说过一句责备的话吗？”谢青瓷语塞后，又大声道：“你板着脸，他自然害怕。不是不说话，就代表着你不苛待他，否则他为何怕你？”那二妹妹为什么怕我？我如何知道？不如二妹妹告诉我。我没有怕姐姐，她对我很好。世子，你别再问了。我身后的贵女开了口：“世子，这种伎俩大概只有你觉得他可怜吧？”就是大家闺秀，谁会爬树？谁会在姐姐定亲的日子往姐夫怀掉？这个哭唧唧的做派和那青楼里的继子有何区别？你们在闹什么？父亲带着几位客人突然出现在花园边上。柳如烟一见父亲，眼泪落了下来。爹爹，我在乡下长大，我不知道京中规矩，可是我爬上树只是为了拿落在上面的风筝，不是故意勾引世子，世子也只是为了救我，才不顾男女大防抱住我的，还请爹爹责罚。姐姐怪我丢脸也是应该的，是我丢了尚书府的脸面。父亲黑着脸看着我：“你便是这样做长姐的。如烟自幼在乡下长大，活得凄苦。进府后，我说过要对她好一些，姐妹要和睦。你便是这样嘲讽她，让她丢脸。”我突然心灰了下来。柳如烟是父亲1年前带回来的外室女，说是他当年青梅竹马的表妹所生。当年他不知表妹有孕上京赶考，取得功名后，外祖绑下捉婿。他娶了母亲后，一直未回故乡。1年前接到书信，才知表妹早生下他的女儿，如今已长大成人。但是他时日无多，所以临终把柳如烟交给了父亲，带回府。父亲心疼青梅早逝，更心疼柳如烟在外吃苦10几年。从进府那一日开始，他的一切吃穿用度都照着我这个嫡女的待遇，甚至有什么好的都会先送到柳如烟的院子，他选剩了才给我。如今父亲偏帮柳如烟，还真不出奇。父亲明鉴，我与几位姐妹刚走到这里，便看到他们2人抱在一起，
我一句话未说，先是世子责怪了我一番，现在是父亲又说我苛刻妹妹，妹妹好生厉害，你什么也无需做，他们都会帮着你。既然你们认定我欺负她、苛待她，那日后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柳如烟脸色白了一瞬，强笑着说：“姐姐，妹妹从未如此说过。今日是你和世子的定亲宴，我只怕你们因为我产生误会。”定亲，沈大小姐如此厉害，我倒要重新考虑与沈家的婚约。你妹妹从树上摔下来，你不救她，反倒让世子救了她。如今有了肌肤之亲，这如何是好？都是你闹出来的祸事。我身后的贵女小声嘀咕着：“柳如烟自己闹出的事，反倒怪起你来了。你父亲也太偏心了些。”我看着一脸不屑的谢青瓷和含羞的柳如烟，突然开口：“既然如此，不如取消我与世子的婚约。他们有肌肤之亲，那把两家婚事换成妹妹和世子的，父亲觉得如何？”父亲脸上喜色一闪而过，柳如烟高兴的叫道：“高兴的叫道，姐姐说的可是真的？”刚说完，他马上又一脸委屈的模样：“姐姐，我不需要你这样。你与世子是两家早已定下的婚事，岂能换给我？如烟命薄，何德何能，配不上世子这样的人中龙凤。”他红着眼睛胆怯的模样更让人心怜了。父亲看着谢青瓷问：“世子觉得如何？”谢青瓷看着柳如烟，情意绵绵地说：“那今日便是我与柳如烟妹妹定亲的日子了。”我不同意。一个声音大声打断谢青瓷的话，是平伯侯夫人。她与母亲站在一起，一脸恼怒地走了过来，厌恶地看了一眼柳如烟，然后斥责谢青瓷：“你与沈大小姐是皇上赐婚，岂可换人？皇上赐的是你与沈家嫡女的婚事，如今换成庶女，你是想罪犯欺君吗？”母亲走了过来，看了父亲一眼，父亲脸色难堪起来。母亲嘲讽地说道：“夫君心疼外室，连带外室女也如此心疼，真是慈父之心。可是都是女儿，怎么不见夫君对自己嫡亲的女儿有半分慈父之爱？连御赐的婚事都敢抢了给外室女。”父亲臊得红了老脸，父亲臊得红了老脸，恼羞成怒地说：“夫人也是出身名门，如烟进了府，便也是你的女儿，你岂能如此自私？只关心自己女儿的婚事，要解决身份还不简单，只把如烟记在你名下便是了，那样她就是嫡女的身份。”我与母亲对视了一眼，然后用手帕拭着眼睛，再扑进母亲怀里。娘亲，世子喜欢如烟，父亲也偏心妹妹，只怪我不讨人喜欢，又何必强求这门婚事？你把女儿送到家庙去吧，被一个外室女抢了婚事，女儿以后在京里是无脸见人了，不如剪了头发做姑子去。我哭得可怜，在场的宾客早都看不下去，开始指指点点，要扮柔弱，谁不会？我要让众人觉得是谢青瓷和柳如烟负了我，他们才是那恶人。一个外室女敢抢嫡女的婚事，一定是平日被尚书大人宠得无法无天了。这种手段哪个妇人没见过？简直是姨娘的作风。谁家高门宗妇是这种狐妹子？有什么办法呢？人家早不衰晚不衰，世子过来了，人家就衰了，就这么巧呢？柳如烟听得脸色红，一阵白一阵，突然扑通一声跪到我面前：“姐姐，如今妹妹与世子有了肌肤之亲，妹妹绝不敢抢姐姐的亲事，只求姐姐让世子在侯府给我一席之地，就算是做妾，妹妹也愿意。只怪如烟不小心落在世子怀里，如若不嫁给世子，如烟以后还如何嫁人啊？”我垂眼看着他：“柳如烟，你可想好了？若是为妾，便只是个玩意；若我不喜，随时能发卖了你。你生的孩子是庶子，你也永无出头之日。府中宴客你不能见人，一辈子只能在后院直至老死。可是你是我的亲姐姐，我的孩子你一定也会记在名下，当嫡子教养的，是不是？”柳如烟，我嫁入侯府会是主母，嫡庶不可乱，我怎么会将你生的孩子记在名下？你若要做妾，便永远是奴婢，连你的孩子也只能低人一头。够了，沈淼淼，没想到你是如此冷血之人，她是你的妹妹。他一改往日的温柔和和顺，看着平阳侯夫人：“母亲，我既坏了如烟的名声，我就要负责到底。我要娶如烟为平妻，绝不让她受此委屈。女子擅妒是妻出之罪，若你不能容忍如烟，我可以妻出之条休了你。”我狠狠握住手心，高声打断他：“谢世子这般疼爱柳如烟，怎么不知平妻也是妾，只不过称呼好听罢了。不如将正妻之位让她。”谢青瓷面带喜色：“你可淼淼果然是大家闺秀，如此大度，你放心，日后我绝不会偏宠她，她也会以你为尊。”你既然如此爱重她，怎么会娶平妻？今日我沈家会将庚帖退还，
你我的婚事就此作罢。高门联姻，以为只是一个普通的嫁娶，要的是两性之好，谁家的正妻会是外室女呢？这传出去就是全京城的笑话。这一世我会护住自己，绝不会再让他和柳如烟有害我的机会。我想到上一世他害我成了活死人，生不如死那么多年，让我女儿胎死腹中，让柳如烟的女儿逃代李江。这一世我让他们成为真正的夫妻，我倒要看看他们如何夫妻恩爱，再变成神仙眷侣。谢青瓷听我的话，大声道：好，从今往后我们再无干系，我就要如烟做平阳侯府的世子夫人，我会八抬大轿迎她进门。你这样的杜甫，你可别后悔。他身后，平阳侯夫人的脸都黑了。母亲上前来，紧紧牵了我的手，我安抚地对她一笑：母亲别难过，这样的人不是良人，女儿日后自有好的前程。别怕，有母亲为你做主，还有外祖和舅舅，必会给我女儿再寻一个良婿。一场定亲宴草草落幕，我退了婚事，母亲不愿再为柳如烟操持，父亲只好自己做主，把柳如烟的庚帖写了过去。平阳侯夫人早已黑着脸走了，只剩一个嬷嬷接了柳如烟的庚帖，草草将婚事定了下来。平阳侯世子要娶礼部尚书家的外室女为世子夫人，这个消息一下子传遍了京城。因为皇上赐婚，说明了是尚书家嫡女，父亲要求母亲将晚亲记在名下，母亲自然不答应。为了让母亲答应，父亲只能同意将他手中的田产铺面拿出一半补偿给我，母亲才勉强同意将柳如烟记在自己名下。母亲拿着厚厚的田产铺面，递气给我放进嫁妆盒子里，笑着说：若不是如此，你父亲也不会拿出这些东西出来。想要为他外室女要名分，那就出点血。这名义嫡的名分是嫡女，可是全京城谁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？不过为了脸面好看，平阳侯府一下子成了全京城的笑话。柳如烟的婚事，母亲彻底撒手不管，父亲只好亲自为她操持嫁妆。父亲甚至想让母亲用自己嫁妆里拿一部分给柳如烟做嫁妆。母亲狠狠瞪着他：沈如心，你不要脸，我还要脸。想让我出嫁妆给外室女，你做梦！我女儿的婚事被他破坏了，你还敢抢淼淼的嫁妆？大不了我们和离，我带淼淼回大将军府。父亲想到大将军府的几个舅兄，面如土色，才终于泄了心思，动用自己的私产给柳如烟准备嫁妆。柳如烟正式的成为了谢青瓷的未婚妻，出外行走也以未来的平阳侯世子夫人的身份，让她得意了起来。朝阳郡主在城郊别院开了赏花宴，便邀京中贵女。虽然厌恶柳如烟，母亲还是得带着她和我一起赴宴。我与平阳侯世子退婚的事，众人皆知。一到宴厅，与我交好的几位贵女便拉着我去湖边说话。听说平阳侯夫人到处说你那妹妹的坏话，不甘心她儿子娶她做正室，那又如何？世子喜欢得不得了，非要娶呢？听说侯夫人正在相看别的贵女，想让世子娶平妻呢。只不过说是要比你那妹妹先进门，这样的话，谁更重受重视，一看便知。我眼角余光看见慢慢走近的柳如烟，故意大声说道：哦，平阳侯夫人想让世子娶平妻，那我那二妹妹岂不是又要当妾？世子也同意了吗？贵女们兴致勃勃地说道：一个是娶，两个也是娶，娇妻美妾，她有什么不同意的？听说啊，今日来的贵女里面就有侯夫人想中的人，女里面就有侯夫人想中的人选呢。正说着，谢青瓷却迎面走了过来，停在我面前，一脸的坠傲。我在母亲面前求了情，念在你我青梅竹马，我愿意以平妻之礼迎你过门。我站起来打断他的话：谢世子，你我早已退婚，说好从今男婚女嫁各不相干。听说你母亲还在为你相看平妻人，你大可不必在我这里浪费时间。我沈淼淼这辈子都不会嫁给你这样的人。说完，我拂袖而去。谢青瓷还在我身后大声嚷：沈淼淼，你如此善妒，我给你机会你不抓着，等无人上门提亲你再来求我的时候，可就没有平妻之位了。遇见这样的人，真是让人晦气。我和几位贵女远离了湖边，去了小戏台听戏，远远地看着谢青瓷和柳如烟先后入了后花园。我和丫鬟使了眼色，她低头退了下去。戏台上戏唱到最要紧的时候，花园里传来一阵尖叫。朝阳郡主皱着眉，出了什么事？大家一起朝着后花园走去。花园的一个侧厢房门口站着一个惊慌失措的丫鬟，她看见朝阳郡主，直接跪倒在地。郡主，奴婢不是故意的，奴婢是花园洒扫的丫鬟，来这里捡枝，听到声音以为有贼人进，我被吓倒才叫的。屋里此时还不停地传出暧昧的男女欢好的声音。郡主气得脸色发青，什么人敢在我的宴席上做出这种不要脸的事来？来人，把门撞开！侍卫冲了过去，直接撞开了门。外面的夫人小姐们看到里面的情形，都尖叫成一片。里面是间给客人歇息的房间，房间里面的床上纠缠着一男两女，3个人衣衫不整，全抱在一起。那不是平阳侯世子吗？还有沈家二小姐。大家定睛看过去，果然是谢青瓷和柳如烟，还有一名女子，却眼生得很。看到门猛地被推开，谢青瓷和柳如烟抬头一看，神志清醒了些。柳如烟忙扯过被子，将自己裹进来，尖叫起来：出去！统统都出去！平阳侯夫人在外脸都丢尽了，直接冲进房间里，冲着柳如烟一个耳光过去。狐妹子，勾引我儿子！和我没关系，
我刚进来歇息，就被世子抱住了，我挣不脱才从了他。他抬眼看见我，红着眼睛哀求道：“姐姐，你救救我！”我退后一步，掩着口鼻。果真是乡下来的人，一点大家闺秀的廉耻都不懂。如若是别的女子被男人这样抱住，就是一头撞死也不会从了。女子的贞洁如何重要？就算他是你的未婚夫，也断不能做出婚前失贞之事。真是丢尽我们沈家的脸。我一席话，让身边的人都交头接耳起来。这就是那个外室女啊！难道一身轻浮做派？要是别的姑娘，早一头撞死了，她还好意思抬起脸做人？侯夫人，你儿子与柳如烟不是定了亲吗？怎么连婚期都等不得，就急着滚到一起去？那这位姑娘又是谁？床上那位姑娘抓着衣服瑟瑟发抖。我和姑母来的，我在园子里迷了路，让丫鬟寻姑母过来接我。丫鬟给我倒了茶喝，我便什么也不知道了。正哭着，外面传来撕心裂肺的哭喊声，一个中年妇人冲了进来。我的旭旭，是谁欺负了你？姑母跟他拼了！然后看见衣衫半裸的谢青瓷，扑过去就是一顿挠。不要脸的东西！我的侄女，你敢如何污她？老娘跟你拼！谢青瓷一时不察，被妇人挠了个扑头盖脸。平阳侯夫人去拦，谢青瓷在躲，那妇人出手狠厉，把侯夫人也弄得狼狈不堪。房间里乱成一团。朝阳郡主终于出声：“够了，都住手！全部穿戴整齐，再出来说话。”等到几个人穿戴好出来，才知道原来那女子是平西将军夫人的侄女。刚进京陪姑母赴宴，便遭遇了这样的事。我这侄女，我当亲生女儿一样养大，如今带进京是要许配人家的，这样就被你糟蹋了，你让旭旭还怎么活？那柳旭旭哭得伤心。姑母，你放心，旭旭就算是死，也不会污了将军府的门楣。说完就要朝旁边的柱子撞过去，拦下他。柳旭旭被拦了下来，哭得梨花带雨。本就倾国倾城的容貌，更是惹人心怜。郡主坐在主位，看着跪在前面的谢青瓷，又看着平阳侯夫人。侯夫人，你儿子做出这样的事，你们谢家要给个说法。这清白的女儿家就这么毁了，难不成你们打算就这么算了？郡主，我是被人陷害的。我进到那房间里便闻到了一股香味，然后人就昏昏沉沉，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。不知做了什么，还毁了2个姑娘家的清白。沈二小姐是你未婚妻，反正是要嫁的还好说。这柳姑娘你打算怎么办？平西将军夫人一拍桌子：“若是世子不给个满意的说法，我就立刻报官，说他奸污民女。我看到时候世子这个爵位也别要了。”我们负责，我儿可迎娶柳姑娘进府。谁都知道世子与沈二小姐有婚约，这是想让我们旭旭做妾，绝不可能。不做妾，做平妻。凭什么？我与世子有婚约，我是世子夫人，你凭什么做平妻？我不允许。世子，你答应过我不娶平妻不纳妾的呀。这个柳旭旭明明就是心甘情愿的，否则他怎么不叫人就从了你？他早就看中了世子爷的身份，想借此攀上侯府，不过是贪慕虚荣之辈。世子，你不能娶她。你的世子夫人的位置是怎么来的？你心里没数吗？又何必这样咄咄逼人？我若不娶她，难不成你要我身败名裂吗？将军夫人阴阳怪气地说：“沈二小姐，你也未过门，何必拿起正室的事态？我们旭旭可是照着千金小姐的样子养的，可不像某些外室女，长得狐媚，连婚事都是耍手段得来的。既然都是同时进门，都是平妻，那不如谁先生下子嗣，谁做世子夫人才是。”平阳侯夫人根本无所谓，2个儿媳妇都不是她看中的高门贵女，谁做世子夫人她都看不上。中的高门贵女，谁做世子夫人她都看不上。我却心中冷笑，那柳旭旭是平西将军夫人买来的瘦马，假扮她的侄女带进京来，本来就是为了给将军巴结权贵用的。如今缠上平阳侯府，正中下怀，柳旭旭搞不好还能当上世子夫人。只要她肚子争气一些，我便是知道这个，所以才叫丫鬟给谢青瓷下药时，把柳旭旭引了过去。柳如烟以为嫁进侯府便可做世子夫人，她想得美，我便要她损了。夫人又折兵，上一世谢青瓷为她做的一切还历历在目，他们珠胎暗结背叛我，并让他们的女儿霸占我孩子的位置。这一世他们统统都不可能再得到。而谢青瓷借着我外祖父和舅舅的地位，结交各权贵，最后平步青云。这一世他娶的都不是高门贵女，我倒要看他如此再平步青云。柳如烟回到尚书府后，便哭得去找到父亲告状，说母亲与我看着他被人羞辱也不出声，就任由别人踩在他的头上。可有此事？父亲今日没去，若是去了宴会，怕是要气死。你的好女儿孤身一个去外男在的院子，还和谢世子当众苟合。当时床上除了世子，还有平西将军夫人的侄女，3个人被郡主抓个正着。那时妹妹身上的肚兜还缠在谢世子的腰上呢。那一场香艳的大戏，在场所有夫人都看了个清楚，沈家的脸都丢尽了。
我和母亲恨不得找个洞钻下去，怎么妹妹还嫌不够丢人，要把我们沈家的脸一起踩在地上才高兴？你这样让父亲日后在官场还如何见人？谁家千金小姐出行不带着随身丫鬟？偏偏你喜欢一个人到处乱走，还说不喜欢别人管束。如今世子要同时娶2个小姐过门，妹妹，日后你好自为之吧。母亲也看着父亲说道：“你的女儿你自己管教吧，她只在我身边1年，每次我教规矩，她就说我偏心。对她管教严格些，你便斥责于我。如今这便是你宠出来的结果，是否合了心意？只是莫让她把你的老脸丢尽，也别让沈府的名声耽误了我的淼淼的婚事。”父亲虽然疼爱柳如烟，却更爱惜自己的名声。想到柳如烟丢尽了他的颜面，气得仰倒，把柳如烟关在后院禁足，直至出嫁。不管柳如烟愿不愿意，成亲的日子还是到了。平阳侯府八抬大轿，同时迎娶了2位夫人进门，惹得京城中人争相看热闹。新婚之夜，两边的夫人都等着谢青瓷，看他究竟进谁的新房。谢青瓷毕竟对柳如烟心中更多怜惜，出了酒席，便往柳如烟的院子而去，掀了盖头，柳如烟便扑进了他怀里。世子，如烟不想你和那个女人圆房，你不能让她先生下孩子，否则她若做了世子夫人，如烟怎么办？好，不与她圆房，只会让你先生下咱的嫡长子，好不好？柳如烟这才高兴了，倚在他怀里娇俏着说：“那你不许去她房里，1天也不许去。”两人正打情骂俏，只听得院外传来一阵琴声，哀怨至极，又情意绵绵。谁在大半夜扰人清静？琴声是从芙蓉院传来的，想必是柳夫人在弹琴吧。今日我与世子大婚之夜，偏他要做出这个样子来给谁看？我去看看。今日我歇在你这里，总要去他那里应付一下。我过一会儿便回来，你先沐浴等我。谢青瓷说完，不管柳如烟多不情愿，还是去了芙蓉院。一进院子，他便呆住了。柳絮絮脱了嫁衣，穿着薄如蝉翼的白纱裙，在月下弹着琴，琴声幽怨。过后又在芙蓉树下翩翩起舞，月光下引得人入了迷。谢青瓷走进了去，只见柳絮絮一个转身，便跌入了他的情里，一抬脸，脸上全是泪珠。求夫君怜惜絮絮，否则要叫旁人怎么笑絮絮呢？絮絮嫁给世子，从今往后，世子便是妾的依靠了。世子不怜惜絮絮在这侯府实在害怕。柳絮絮美得惊人，脸上又带了泪。谢青瓷哪里还记得有一个柳如烟在等着，抱着柳絮絮便进了屋。等柳如烟左等右等，发现不对劲时，世子早在芙蓉院歇下了。徒留柳如烟哭红了眼睛。第二日一早，两位夫人去给婆母请安。柳如烟一见谢青瓷便红了眼睛，又狠狠瞪着柳絮絮，以这种雕虫小技来勾引世子，好一个不要脸的东西！柳絮絮楚楚动人站在谢青瓷身边，看着柳如烟道：“姐姐为何动气？你我都是夫君的夫人，她想歇在何处，难道也要你同意吗？女子出嫁从夫，自然要以夫为天。夫君想如何我们做妻子的，只需顺从便好，不可嫉妒。夫君，你说是不是？”谢青瓷搂着她，昨晚一夜春宵，早被柳絮絮的手段迷得神魂颠倒，哪里会说一个不字？是，我的絮絮最是乖巧了。如烟，你也不可再闹，你年长絮絮一些，让她便是了，何必斤斤计较？谢青瓷偏爱柳絮絮，把柳如烟气得够呛，却又无可奈何。两个女人为了争宠，把平阳侯府后宅闹得鸡飞狗跳。直到端午节，柳如烟与谢青瓷回尚书府送节礼，我再见到了他们。柳如烟脸上抹着厚粉，掩饰脸上的倦容。一见到我，谢青瓷看着我眼睛一亮：“淼淼，你如今可还好？”我略点了点头，退后一步：“多谢世子关心，淼淼好得很。”柳如烟脸上带出了妒意，尖着声音说：“姐姐如今可有人上门提亲，世子对我是极好的。若是姐姐还没有人要，我倒可以让世子给你贵妾之位，迎你入府。”妹妹还有心思关心我，听说世子两位夫人争风吃醋，在后宅热闹得紧，妹妹如今可站稳脚跟了。听说谁先生下子嗣，谁便是世子夫人，以后侯府当家的人还未必是你。妹妹言时过早了。说完，我才不管她脸色难看的转身走了。我的话点醒了柳如烟，谁先生下子嗣，谁就是新子夫人。她绝不能让柳絮絮先她一步生下子嗣。可是事与愿违，柳絮絮在某日被诊出有了喜脉，一下子成了平阳侯世子的掌心宝。侯夫人再不喜欢她，如今她怀的可是侯府的嫡长孙。侯夫人赏赐的补品流水一样，送到了柳絮絮的院子里。而谢青瓷每日都待在柳絮絮的院子里，眼里心里都是她肚子里的孩子。平西将军夫人更是趾高气扬，到府里话里话外都是柳絮絮马上就会做世子夫人了。柳絮絮在府里开始以世子夫人自居，在坐稳了胎后，更是每日出了院子，在花园里挺着肚子赏花散心。见到一脸落寞的柳如烟，柳絮絮就抚着肚子，温柔但却话里带刺的说话：“如烟姐姐怎么这样憔悴？是不是夜里睡不好？我以为只有孕妇夜里睡不好，没想到姐姐也是。哎呀，不会是姐姐夜里孤身一人，所以睡不着吧？”
我晚上给夫君说说，也该去看看姐姐才是。你怀着孩子又如何？能不能生下来还未知呢。结果没过几日，柳絮絮在出院子的时候摔了一跤，小产了。谢青瓷赶回来时，柳絮絮只哭着要柳如烟偿命。谢青瓷怒极，看着矢口否认、直叫冤枉的柳如烟，便一个耳光打了过去，将人打倒在地上，脸上红肿一片。你为了做世子夫人，不给絮絮先生下子嗣，你就这样恶毒，我要休了你。柳如烟不可置信地看着谢青瓷，你不相信我，却相信这个女人的话，你还要休了我。谢青瓷，你当初说娶我做世子夫人，后来又娶平妻，出尔反尔，娶平妻，出尔反尔，如今还要休了我。你害我侯府子嗣，还想狡辩？你这毒妇，我怎么会娶了你进门？若是淼淼，必不会像你如村妇般天天无理取闹。我当初真是瞎了眼盲了心。夫君，大夫说我以后都不能生养了，都是柳如烟这个毒妇。此事闹得沸沸扬扬，谢青瓷一纸休书，将柳如烟休出了门。你如此狠心，那便大家一起死吧。柳如烟一纸状纸，将谢青瓷告到了刑部。他呈上了谢青瓷在委派掌管河道防汛修护堤坝的时候，他没10万两银的证据，那是谢青瓷在与他情深时告诉他的。却不料柳如烟有这般心眼，将证据全收集了起来，保留下来，在关键时候将谢青瓷告发了。皇上震怒，追责平阳侯府。谢青瓷被褫夺世子封号，侯府上下被抄家赔款，全府流放。而柳絮絮却不愿意跟着受苦，闹着要和离，并说她并非将军夫人的侄女，身份也是假的，是将军夫人买来结交权贵的。她本身在做瘦马时便坏了身子，服过药，她怀的子嗣都活不下来，只会胎死腹中。所以当初她便以此陷害了柳如烟。世子和离也行，休了我也行，我是一定不会与你们流放的。谢青瓷会与你们流放的。谢青瓷被刺激的大怒，贱妇，你敢骗我！他怒极之下，居然拿起手边的茶盏砸了过去，将柳絮絮活活砸死了。谢青瓷杀妻，还未来得及流放，便处了斩刑。侯爷和夫人白发人送黑发人，心力交瘁之下，居然一病不起，死在了流放的路上。柳如烟被休弃回府，恨恨地看着我。这门婚事本是你的，本应该是你嫁进去，我不过是替你受了罪。你如今是不是很高兴？我自然是高兴的。这一世，我看着他们自食恶果，没有好的下场，我开心地说：这条路不是妹妹自己选的吗？你抢了婚事，那这因果报应也是妹妹要承受的。柳如烟被休回府，父亲觉得丢脸不已，还未等他反应过来，便为他定了一门亲事，将她嫁给一位要外派的官员做继室。那官员已50有余，儿孙都有了，只是需要一个人照顾而已。因为聘礼给的多，父亲二话不说，还未等他反应过来，便绑着上了花轿。第2日便离开京城，去了岭南赴任。听说他一到岭南便水土不服，一病不起，未过半年，居然病死了。消息传回京城那日，我正打扮整齐，要与手帕交出门踏青，听到柳如烟病逝的事，我正看着窗外的桃花，微微一笑。阳春3月，所有的一切都重新开始了。